丈夫出殯當天，這個女人竟身穿5年前的婚紗，當着所有人的面說要在她墳頭蹦迪。而這一切都發生在戰氏集團新掌權人的競選大會上。注意看，這個女人名叫沈清歌，曾經是紅極一時的一代影后，如今是戰家的大少奶奶。今天是她丈夫戰蕭的葬禮，可她臉上沒有絲毫悲傷，反而充滿了復仇的快意。她無視管家的提醒，執意換上5年前那套本該屬於另一個男人的婚紗。全場賓客譁然，媒體的閃光燈更是瘋狂閃爍。戰家二嬸衝出來，怒斥沈清歌大逆不道，在丈夫出殯的日子裡穿着婚紗，簡直是在羞辱死者。然而，沈清歌卻冷笑一聲，當眾揭開一個被塵封5年的驚天秘密。原來，死去的丈夫戰蕭根本就是個弑父娶嫂、罔顧人倫的惡魔。5年前，本是他和戰家正牌大少爺戰思業的大喜之日，可戰蕭這個畜生不僅用戰思業的性命威脅他，逼他改嫁，還將一樁殺人案栽贓到哥哥戰思業頭上，害他鋃鐺入獄，受盡了5年的折磨。如今惡魔已死，沈清歌宣布他要撥亂反正，將戰家的一切，連同他自己這個新娘，全部還給戰家真正的主人戰思業。話音剛落，祠堂大門被推開，一個渾身散發着冰冷氣息的男人走了進來。他就是剛出獄的戰思業。5年牢獄之災，將曾經那個陽光的少年，變成了一個渾身帶刺，只為復仇而活的惡魔。他看着眼前這個既熟悉又陌生的女人，眼神裡沒有久別重逢的喜悅，只有刺骨的恨意。因為在他看來，沈清歌就是個徹頭徹尾的叛徒。在他最需要他的時候，他卻轉頭嫁給了害他入獄的親弟弟，還為他生下了一個兒子。更讓他心寒的是，整整5年1800多個日夜，沈清歌從未去探望過他一次。此刻，沈清歌的綠茶表妹胡小蝶立刻湊到戰思業身邊煽風點火，謊稱沈清歌嫁給戰蕭後過得很幸福，丈夫剛死就哭得死去活來，根本沒空來見她。這些話如同一把把尖刀，徹底扎碎了戰思業心中最後一絲幻想。戰家的各路親戚更是趁機發難，以沈清歌不守婦道為由，逼他交出戰氏集團的掌權之位。他們以為沈清歌孤兒寡母好欺負，沒想到這個女人氣場全開，直接用雷霆手段鎮住了所有人。就在他準備將大權交還給戰思業時，戰思業卻冰冷地拒絕了。他要用自己的方式向所有背叛過他的人討回血債，而第一個要清算的人就是沈清歌。突然，一個孩子衝出來擋在沈清歌面前，對着戰思業大喊：“不准欺負媽媽！”這個孩子正是沈清歌和戰蕭的兒子戰臣。戰思業看着眼前這個酷似自己的孩子，心中的恨意和嫉妒達到了頂點。他誤以為沈清歌爭奪家產就是為了這個和仇人生的孩子，他發誓要讓這個女人嘗到比他當年更痛苦的滋味。然而，命運的玩笑遠不止於此。戰臣突然病倒，急需腎臟移植，而他偏偏是罕見的熊貓血。沈清歌情急之下，終於說出了一個更爆炸的秘密：戰臣根本不是戰蕭的兒子，而是他和戰思業的孩子。是他5年前為了保護戰思業的血脈，才忍辱負重，將孩子偽裝成戰蕭的兒子生了下來。但戰思業根本不信，他認定這是沈清歌為了騙他捐腎而編造的又一個謊言。更何況，他和戰蕭是雙胞胎， DNA 檢測根本無法準確區分。為了報復，戰思業變本加厲地折磨沈清歌。他故意逼他去陪酒，送他去討好油膩的孫總，就是想看他痛苦不堪的樣子。可當沈清歌真的被逼到絕境，甚至不惜喝下被下了药的酒時，戰思業卻又忍不住出手相救。他恨他入骨，卻又無法忍受別人對他的一絲染指。就在兩人互相拉扯、彼此傷害時，綠茶表妹胡小蝶再次出手。他偷偷買通醫生，偽造了一份 DNA 報告，證明戰思業和戰臣沒有血緣關係。看到報告的戰思業徹底暴怒，他以為沈清歌為了騙走他的腎，竟然連親子鑑定都敢偽造。更讓他崩潰的是，他親口告訴沈清歌，自己早在監獄裡就被人割掉了一個腎，如今只剩唯一的一顆，捐出去就是死路一條。沈清歌百口莫辯，眼看兒子的生命危在旦夕，他只能一次次放下尊嚴，苦苦哀求。為了徹底斷絕沈清歌的念想，戰思業做出了一個瘋狂的決定，他要和胡小蝶訂婚。在盛大的訂婚宴上，他當着所有人的面，將沈清歌作為禮物送給了那個油膩的孫總。這一刻，沈清歌徹底心死。然而，
就在孫總即將對他施暴時，兒子戰臣再次衝了出來，向眾人求救。緊接着，一直暗中喜歡沈清歌的羅醫生也趕到，揭穿了孫總的惡行。戰思夜看着眼前混亂的一幕，再也無法自欺欺人，衝上去將沈清歌護在懷裡。可沈清歌卻用最決絕的眼神告訴他，一切都晚了。戲劇性的是，羅醫生重新為戰臣做了輸血檢測，竟意外發現戰思夜和戰臣的血液產生了強烈的溶血反應，這反而鐵證如山地證明了他們的父子關係。原來胡小蝶篡改了第一次的 DNA 報告，得知真相的戰思夜悔恨交加，他終於明白自己錯的有多離譜。他衝到手術室，簽下生死狀，執意要用自己唯一的腎換回兒子的命。然而，命運再次給了他們沈重一擊。醫生在手術中發現，戰思夜真的只有一個腎，一旦摘除，他必死無疑。羅醫生於心不忍，最終沒有進行手術。而另一邊，戰臣因為錯過了最佳搶救時間，永遠地閉上了眼睛。雙重打擊之下，沈清歌腹中的另一個孩子也流產了。2個孩子，2條人命，瞬間將他推入了萬劫不復的深淵。出院那天，沈清歌徹底斬斷了對戰思夜的所有情絲，決定遠走美國，永不回頭。而戰思夜在得知自己親手害死了2個親生孩子後，也徹底崩潰。他跪在地上，一遍遍地祈求沈清歌的原諒，但只換來一句：“等你死了，我就原諒你。”就在沈清歌準備登機離開時，卻接到了胡小蝶的視頻電話。視頻裡，戰思夜竟被綁在椅子上，神情呆滯。胡小蝶得意地向沈清歌展示了他這些年的傑作。他買通獄警，以沈清歌的名義，日復一日地折磨戰思夜，讓他吃下毀壞精神的藥物。他篡改 DNA 報告，挑撥離間，最終導致2個孩子慘死。他要的就是把這個曾經高高在上的男人變成一個只屬於他自己的骯髒的瘋子。沈清歌瘋了一樣趕到現場，胡小蝶讓他跪下求饒，甚至逼他劃花自己的臉。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一個本該死去的人卻帶着詭異的微笑緩緩出現。他竟然是5年前就已下葬的戰蕭。原來這一切都是他布下的一個驚天大局，所有人都只是他棋盤上的棋子。